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国际间，我们特别关注到最近大家新闻媒体都在报道的，就是这个泰坦号哈。那么不只是这艘泰坦号本身的争议，那么这次爆炸当中是个悲剧，很多有钱人、这些富豪，究竟为什么要去探索这些极限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奇心？但是命没了啊！当然，正因为传出那么有模拟的这个画面，来整个演绎，它在整个在海底发生诚恳的爆炸的过程，0.03秒，形容是像纸被揉碎。那么可能在里面的这一些受害者，这个五个人的秒死哦，来这样子形容。我们看一下画面哦。所以当然这里头来可以看，这个是一个模拟画面，并不是泰坦号的一个真实画面，说是可能是这样子。包括这个是海底的这个部分的压力哦，都包括在这里面，非常的触目惊心。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位富豪临时退团保了一命。那么这位布朗，原来他也是首批要报名的，但是他说呢，因为在整个这个测试过程当中一直有问题，他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再加上他最后听说整个是用逻辑电玩控制器来操作，他最终决定退出。这个明智之举让他保了一命。当然，现在这个原来的这位执行长一语成谶，他说他想打破规则，名留青史，因为他特别在这个材料上，他用碳纤跟钛来打造。这样子的，你知道这样子的这些特别的金属，究竟能不能够作为深海的部分潜水的，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水压吗？而且现在有传出很多的这些安全的认证，它都完全是不理会或没有通过的。如果这里头背后有没有个考虑，是包括有没有透过这些新的器材、新的技术，是这个泰坦号当中，比如说未来可以透过这些新技术完成一些水下超级间谍的这些未来的潜舰，或者是任何部分的海中的这种的运作的这种武器，所以这个部分是最近包括美国海军要投入研发50亿美元，要去改造，包括像潜水艇，能够为深海当中那么海底的战争做准备。那么事实上，中美关系是不是也像深海一样当中的不可测？比如说，现在财政部长耶伦他特别提到了，美国、中国作为两大经济体，应该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在中美对抗当中，美国政府看起来真的是耶伦，无论是他压力太大，还是他本身的立场，始终都在呼吁当中，中美应该要更多的来合作解决问题。只不过说，白宫到底有没有准备好？除了耶伦之外，白宫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跟习近平的部分的对话了呢？那么现在科比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哦。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拜登前阵子又脱口而出？是脱口而出，还是真的？国际上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失智？对不起啊，他就是说讲到独裁者这么样的一个极端的部分用词，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够在布林肯走之后接受你瞬间同样用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中国大陆避免报道拜登说独裁者这个部分争议，但是呢，他的外交方面已经正式的有书文来表达他们当中的这种抗议啊。但是在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你说要跟中国友好，但另外一个两手策略包括是不是要联合印度来进行？因为现在莫迪拜会拜登，那么在见拜登的这个过程里头，拜登又出状况了。他把印度国歌在播放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啊，竟然他把手放在胸口敬礼，这时候是印度国歌哦。足30秒之后呢，他好像才意识到，莫迪都还没有反应。通常来讲，礼仪上应该是美国国歌，他才，然后他手放下了，突然想起来，还是发现不是美国国歌了。但无论如何，这次印度总统莫迪访问是用高规格来对待，包括开放白宫草坪，这个样是过去是很少见。对于印度裔的美国人是历史性的一刻，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很多印度裔的美国人都非常的高兴啊。当然，闭门交谈了2个小时，也宣布对于国防跟商业要有非常多半导体、光线性矿产技术、太空合作，听起来是夯不啷当，确实是要深化的部分的合作。那么，是不是印度今后会变成华府合作的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对象，同时战略性的来对抗制衡中国呢？在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路透社这么说，莫迪没有直接谈到中俄。但是，路透社的评论认为，2个人2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
联合声明当中似乎就是在针对中俄，这是路透社的解读。白宫立刻回应说，没有，我们没有将印度当作是制衡中国的力量哦。他特别科比也补充说明。而在此同时，另外一个媒体《华盛顿邮报》很好玩，他反而说印度啊，你别天真了啊，印度你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印这场政治婚姻会让打着对抗中俄算盘的华盛顿失望收场。韩冰，其实这个泰坦号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失事了，那5个人都罹难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悲剧，可是这个悲剧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其实很多人说啊，你这么贵的一个旅行，居然用一个罗技的电玩手把，才1000多块。其实那个不是重点。美军的潜舰里头用 X8360，那个他一样用那个手把，他们的无人机也是用那个手把在操作。手把不是重点，重点在这家公司非常大胆的用碳纤维跟钛。对，那这个材料难道其他的业界公司不知道吗？但为什么人家不用？因为钛或是碳纤维，它们是有高刚性没有错，但是它的延展性比较差。没错。所以像一般的金属，你受到压力之后，它到它临界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它会什么？它会先变形。对，所以它可以承载一段时间。对。可是像碳纤维啊或钛这种东西，它如果遇到强大的压力的时候，它承受不住，它就直接断裂掉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知道，当初有记者去问这个老板，当然这个老板现在也罹难了，就问这个老板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透过第三方认证？”就这个老板说：“这个第三方没有办法认证，因为这是没有人用过的材料。你自己都知道没有人用过，那你还敢？你没有经过长期的实验去把数据得出来之前，你居然就贸然载人下去了。他这个旅行哦，其实之前发生过很多次哦，是他们出了一大堆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才会让另外那个富豪吓到不敢去。对啊，那我是觉得。这些富豪的胆子太大，一个基本上没有通过认证，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下去到底会怎么样的东西，你们都敢下去，这个实在是过度的冒险，所以今天就出现这样的悲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那我觉得大概以后大家从事类似的东西都会比较小心。是，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叶伦讲说啊，中美要做2大经济体，应该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不是啊？可是问题是你美国展现出来的态度是，你想要解决中国这个国家而已，你不是想要解决全球的问题啊。对。所以当你展现出来的态度是这样的时候，请问一下，人家到底要怎么跟你合作？那我觉得美国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还没有准备好跟习近平会面，人家根本就没打算要跟你会面啊。是你谁听到习近平说我想跟拜登见面？讲独裁者，对啊，你都叫人家独裁者了，请问一下，他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所以美国根本就是自说自话，自己已经把事情搞砸了，然后在那边讲了一副啊，我们目前还没准备好要跟你见面，你在讲什么啦？所以现在中美之间，我觉得很难回得去，是因为事情你搞得这么僵。然后现在美国积极拉拢印度，可是老实讲，印度本来就是一个不结盟国家，他向来。整个国家秉持的政策就是这样，而且印度人全世界最贼了，他们有便宜可以占的时候，有好处可以拿的时候，他绝对会来。但你叫他承担责任，你什么时候看过印度承担责任？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连这种印度的基本个性都没搞清楚的话，还意图做这种操弄啊，只会让美国自己变成笑话而已。但是他有对印度的国歌敬礼。讲到这个敬礼哦，这种外交的失态哦，但是特别独裁者的这件事情，大叔我特别想听你的意见，你觉得中国大陆会轻易的就 let go 吗？不会，这个事情上是外交上极度的这种礼仪的一种挑衅，不是小失礼，不是小失礼，因为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啊，对，你对他个人攻击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攻击啊，没错，对，这个没有国家会说这是小事的，任何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一定要对方有一个交代的。对，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驻美大使他已经讲了嘛，这个问题出在哪，要从哪里来解决嘛。是。对，意思就是说，那你拜登你要出来讲几句话，是，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现在球在美国政府这里，美国拜登如果没有一个适度的回应的话，我是觉得像这个 Blinken 跑到中国大陆北京哈，
那个忍辱负重啊，这个又受到很多羞辱的情况之下，好不容易换了一个，就是说大家重新开始要接触高层接触，我想这些可能啊都会受到这个拜登的这个讲话受到影响啊。是，对，因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在外交上是非常严重的事。那讲到印度，印度最近真的是国运不错，哎，拜什么之赐呢？拜这个俄乌战争，对，拜这个美国要压抑中国大陆崛起这2件事情。那印度没有当作是他自己的问题，印度当作是他自己可以两边获利的好机会。你不要忘记，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然后呢？低买高卖，然后再转卖给别人，然后其他要把它炼成汽油，在全世界这个转卖。听说欧洲很多国家最后的石油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卖到印度，印度再转到欧洲啊。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是很会投机的，很聪明的。那前一阵子俄罗斯被他耍，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俄罗斯说，那我跟你买的话我手上美金不够。我付你这个印度卢布可以吗？结果那俄罗斯因为情急之下就答应说好啊，你就付你的印度卢布，反正我们就去美元化。对，就手里拿了一大堆印度卢布。结果呢，俄罗斯我用印度卢布来跟你这个印度买东西的时候，印度说不行，你要拿美金来买，或者你用别的货币来买。所以印度人真的是现实，然后功利，然后呢不太讲信用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拜登花了大力气，用这种极高的规格来欢迎这个莫迪。那美国的这个《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 Post 是亲民主党的它是比较自由派的他就出来说打了这个拜登的脸，他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用这种方法，印度就会变成你跟一起抗中的工具了吗？不可能的。是，那印度只是为了利益而来。那这次美国是给了大礼，事实上，美国的大礼基本上就是说给了军事方面的合约，是，而且呢还要在这个半导体上也要帮助印度，然后其他洋洋洒洒签了好多合约。那而且有一项印度倒是一直求之不得的，就是要把这个战斗机的引擎的生产线从美国移到这个印度来，因为印度有一种这种叫什么光辉还是什么的，光辉战斗机对，这个常常飞起来不稳定要不然就是毛病百出那就是因为它引擎不行。是，那现在这个美国就要帮他，而且美国也决定卖给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最先进的无人飞机。所以这次来那个莫迪是满载而归可是问题事后以后，他会不会跟着美国的这个指挥这个听美国的使唤大家都认为不可能。那个就包括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时报都已经说清楚了。没错，将军，我们这次看这个泰坦号出事其实我们从中间我们先不论这是不是有些人的任性会要玩这种明明就是海底坟场，你非要去看，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讲说灵异事件，对，我们光讲这种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可见得就是说这些这么有钱的人，他要去做这个探险，我相信他们一定之前有很多的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学士提供他们很多相关的科技上面的尝试，会供他们说这个可行或不可行，危不危险。但是他们认为说评估来讲应该是没有危险的，他才会去做。其中有一个富豪还带着他儿子一起下去。印度的。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发生这种爆炸？可见得海底我们人类对这个海的知识还是了解不够了。对，尤其是不管是材料或科技啦、海水的温度啦、各盐分啦、深度各方面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了解。所以这关系到下面所讲的美军要打造超级水底战舰我觉得这个听听就好。我觉得美军这个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一点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替美国吹嘘了。我们以现实来看嘛，美国现在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数据，美国的这个军用的造船厂只剩下4座，它制造业已经萎缩了嘛，是，它现在潜艇
已经造好的潜艇去修复的这个速度只有46%，也就是说还有54%的潜艇还没有办法进场维修。那在这种状况下，只有4座的维修厂，又有后面那么多个潜艇要排队。康乃狄克号上次说撞到一下，对，上面撞到一下，它要4年才可以修好。那我们从这些数据上面来看的话，你认为它还有多的船坞？它可能有那种科技，它可能有那种研发的人才，也有那种材料。可是问题，它有没有那么多的工人来做这个事情？是。另外，不要忘了，它跟奥克斯要帮澳洲吹牛，说要帮他做5艘的维吉尼亚号的这个核潜艇。那他的合约怎么签的呢？他说我先帮你做3艘，另外2艘后续看状况。你知不知道这5艘它完工时间多少？30年。也就是说，他帮澳洲完成合约上面的潜艇，合约已经签了，要30年之后，他才可以帮他完成5艘的维吉尼亚号的核潜艇。在这种状况下，他还有多的这个产能去生产这种超级的潜舰吗？我们相信啊，就是说他可能有这个科技，有这个尝试，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他生产能力来讲的话，可能没办法达到他的需求，达到他这个目的。这个可能是美国吹牛的这个成分巨大。是，其实稍微休息片刻，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在国际间，其实关注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角色真的很特殊，真的都不走美国的路哦。他最近表态说，如果普京来电话，他会接，什么意思呢？主要他说他是针对于乌克兰，如果方面能够谈判的时机来临的话，那么当然他说他愿意，因为法国一直都是调解人。不止如此，马克宏最近也表达了，他说他有意思要去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来会晤哦。那么是当观察员也可以啊。当然这里头，当然俄罗斯已经表达了，现在因为毕竟是敌对国家，好像参加并不是很合适。但感觉起来，现在法国非常的积极，包括跟中国大陆，因为最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部分访问德国、法国，来到了法国的之后呢，那么跟法国的议会的议长也有往来，跟马克宏也见面了啊。中法之间的交流看起来真的是在整个欧盟的这个各个国家里头是独树一帜的哦，那么非常的密切。那么当然他也表达了部分，因为说中法有共同的战略观跟大局观。讲得这么密切，而且这里头也表达了，那么李强也表达了希望能够跟法方继续加强沟通跟合作。当然，其实虽然法国这么拉拢中国大陆，但是整个欧盟并不这么做。欧盟还是想包括为华为来盖棺论定，像是欧洲电讯商反击哈，就是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欧盟想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当中有披露说，欧盟想要针对于华为的部分来认定他们的部分是有一个国安的部分的问题，所以这里头当然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也表达了，说欧盟委员口口声声说华为、中兴这些国家有安全风险，但没有任何证据，中方坚决反对。不只针对华为来看，美国方面，美国的部分其实《纽约时报》也提到，因为云端运算不只是像包括亚马逊、脸书这些那么厉害，中国大陆也自己很厉害，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现在说又被新的科技战给盯上了。这里头提到，特别要阻止中国透过云端来窃取知识产权跟发展 AI 啊，那么直接影响所及。我们来看，还包括了最近，我个人也觉得在产业新闻非常重要的就是7月，我们来看底下，因为7月份包括美国之外，日本跟荷兰都陆陆续续针对中国大陆的晶片的禁令都即将要正式的展开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荷兰，包括艾斯摩尔的部分呢，因为他们最后由国家介入的这个部分的出口禁令即将要宣布了。当然，艾斯摩尔还是表达了，虽然遵照荷兰政府的部分的这个要求，但是他还是提到半导体产业跟全球供应链脱钩将会影响很大哦。他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当然，虽然中国被科技的帮中被围剿，那么围堵，但是中国是不是开始逐渐拥有精密晶片的能力？这里头不只是这一代的晶片，不只是先进制程，下一代材料的晶片，
中国是不是有在秘密进行？中国的进行是不是在解放军的体系里头？所以外面根本不知道呢。所以这里头包括《卫报》也都特别，英国《卫报》有特别调查记者有强调说，中国正在进行更高质量晶片跟更高晶面的这个部分是他们希望拥有或逐渐拥有的啊，所以不可能会轻易放弃的。美国也是相当恐惧的。他在描述呢，引用中国人的话说，中国是个威胁，因此中国不能拥有美国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啊。所以他说，良性竞争对于全人类其实是有益的，中国不应该被视为威胁。所以在西方国家里头有完全不同的对于中国的威胁论。另外一方面，中国即使被威胁，谢大使是不是他们自己还是会最后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包括晶片的科技能力？对，因为这个科技的东西哈，事实上你如果投入足够的研发，除以时间的话，它的突破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前一阵子不是澳洲的这个国家研究机构通过公布一个资料嘛，就是说在全市40几项的这个这种研发的这种能力科研能力，中国大陆大概有30几项都是世界第一嘛。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吊诡，就是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大陆偷它的这个智慧财产权啊，可是中国大陆在这么多高科技上面都是占的这个领先的地位的话，那有必要去偷别人的吗？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可能美国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哈，它的科技都是领先，然后都是被人家作为窃取对象，可能慢慢已经不是一个事实了。是，可是如果美国持续这种心态的话，他就会认为我只要把我的对你的这些供输线把它切断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就不会翻身。可是另外一套理论，美国也有一套理论，包括美国很多半导体界这个厂商就说，美国做的政策是错的。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有一些产品，它没有投入时间去研发、去发展，主要是因为国际分工。对，从经济的角度考量，那我可以从你那边拿到产品的话，那对我来讲成本是最有效的，成本效益最高的，所以它是一种分工的概念。那你现在美国把这些本来提供给中国大陆的一些产品，你现在把它切断断供以后，中国大陆被迫要自己发展，自己做，他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自己做，可能3年、5年、7年、8年，可他做出来以后，那这个市场美国就已经没有了。是，然后呢，中国大陆事实上会把这些，因为中国大陆的工业体系非常的完备啊，对，那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竞争力、效率还是超过现在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是，所以呢，如果说美国现在把这个生产的机会这个断供以后，中国大陆走自力更生、自己提供、自己生产的路走出来以后，美国的产品的市场就被断绝了。是，那是这个美国自己造成的，没有错。将军。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为什么科技业不能跟中国断链。我们知道 NVIDIA 前一阵子那黄仁勋到台湾来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他说，全世界这个晶片可以在全世界别的地方生产，但是全世界不能没有晶片，没有中国，不能没有中国这个市场。对，因为他这家公司有一个产品叫 GPU。对，以前我们电脑里面，我们一般的 CPU， 对 CPU 价格是多少钱呢？大概7、8千块。GPU 呢？对，可能要10万块。那价格差了将近10倍，可是它的功能是它的将近100倍的功能。所以，那我们自己个人使用的电脑，或者是我们家庭用的电脑，我们不需要用到 GPU 这么高阶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嘛，我们用 CPU 就好了嘛。但是谁会去花10万块钱买一个中央处理器，10万块钱的这么高的 GPU 的那个？大概你必须要是大公司的这种，他公司的电脑才需要用到这么高阶，运算速度要这么快，100倍速度的运算的功能才需要。这么大的企业公司，它才可能需要。那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这种大公司行号需要用到这种 GPU 这种的核心处理器？我想就是中国嘛，中国大陆。所以说，如果说你不让它这个 AI， 将来 AI 是未来这个科技业发展的一个主流了。如果你不让它卖到中国去的话，它发展出来这些东西，它发明出来这些东西，
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又买不起，也不需要。那在这种状况怎么样？他不是白研发了吗？艾斯摩尔就是现在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去买那么多专利的科技，然后也买了那么多器材。我做出来这极紫深外光刻机，对，光刻机，在这种状况下，我这个机器我做出来的晶片，我必须要用在高阶的这种科技方面。对，那需要这种高阶科技，一定是高科技的这种未来的网络公司才需要。那有这么多公司，有这么大市场的就中国啊。是你现在美国可能也是啦，欧美一些先进国家也是，但是一般民众他讲。老实说，他不需要，就像我们现在买这个手机一样。其实我跟你讲，老实说了，28奈米的这个晶片已经够用了。是，对，你不需要用到2奈米，2奈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高阶科学家，他必须要计算更多功能。就像我们来讲的话，这里面的手机功能，对不对？加减乘除其实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用到开根号。是，那谁会用到？有人要用到啊。是，那只有高阶工程师或高阶的这个科技人才用得到。那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需要？就中国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黄仁勋讲这句话的意义在这边，就是说现在来讲，不管是苹果或干什么，你第一个，你这个市场有几个条件，你不是说我东西做出来好东西要有人买。大立光，我们知道大立光前一阵子为什么会跌下来？是它的科技很好，它的镜头很先进的，但问题是说，我这样一般照相，我不需要用到那么贵的，是那功能的相机嘛？对我用一般肉眼我分不出来是什么几千万画素跟几百万画素，我肉眼分不出来优劣在哪里。所以他花那么多的费用去做出来这么高阶的镜头来讲的话，它没有市场，对不对？那现在慢慢以后来讲，可能会改变，可能会改变，所以它股价慢慢又上来了。我是举这个像大立光啊，或者是说黄仁勋讲这种话来代表说，其实中国市场是未来科技业所必须要拥有的一个市场。韩冰，我觉得马克龙是一个很趣味的人，他还在那边讲说他一直在等普丁电话，他是调解人。你怎么会认为你是调解人呢？其实普丁在回复金砖国家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说敌对国家参加峰会是不合适的，什么意思？你在普丁的眼中，你们是敌对国家。马克龙，你忘记你是北约的哦。你以为俄罗斯他认为他在跟乌克兰作战，俄罗斯认为他现在正在跟北约作战。法国人都是政治浪漫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怎么会认为你可以当调解人呢？普丁根本认为你就是敌人啊。是，所以要当调解人，必须是根本没有介入过这场战争的人。没错。你说土耳其有可能，你说中国大陆有可能，但是法国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觉得马克龙现在也是怪招频出了，他一下想要去加入金砖国家，然后一下想做这个做那个。那当然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想受美国摆布。没错，对他要走出自己的路。是，其实法国过去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曾经退出过北约啊。是对，所以我觉得。法国会这样做是不奇怪，但是你现在会发现越来越多国家这样做，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也开始这样做。那伊朗本来就跟美国不合，然后中南美很多国家，它现在慢慢没有那么听美国话。非洲的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是。然后欧洲很多国家，欧洲但英国是铁杆兄弟，可是其他欧洲国家其实慢慢处于一种观望的情况。为什么？因为美国过度的要求其他。特别是美国的盟友，要求这些盟友为了美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没错，你看艾斯摩尔就是这样子啊。奇怪，你们中美两头大洋打架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公司要牺牲我的商业利益？而且艾斯摩尔之前就讲说，你就再让我卖个2年嘛，因为再卖2年之后，中国大陆就会做了，你就让我把这最后2年的钱赚完。对，结果你都不愿意。那你这样的逼的结果，就像刚刚介大使讲的，中国大陆是一个一直被人家封锁的国家。是。几十年来都被封锁，这逼迫他成为一个什么？他变成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对，因为他长期被封锁的结果，他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结果逼得他每个都会。那现在就是因为西方对他这样子把他围困了几十年之后，现在他什么东西都会了，就变成你难不倒他了。没错，因为他就是从头再开始慢慢研发，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可是等到他真的研发出来，请问一下你的优势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西方应该要放弃这种做法，而是你要跟中国大陆有更深的经济的结合。是对，大家互通有无，然后做更深的经济结合之后，这样子他也不敢轻易对你动武了。为什么？因为他打你等于打他自己。
这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世界应该往和平渐进的方式，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沟通的方式，而不是动不动就是用制裁啊、围堵啊，然后打压的方式去对抗别人。那你能这样做，有一天人家的势力慢慢追上你的时候，对方不会这样做嘛？是。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考虑到，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过去美国可能可以宰制世界，但是现在还可能吗？那我自己常常想不通，怎么会有人愿意花750万去搭这个潜艇泰坦号？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个消息哦，有5个人搭了这个750万，每一个人要的这个潜艇泰坦号，想要去看当年铁达尼号沉船的这个位置的遗骸。结果失踪之后，现在找到了5片残骸嘛，其中被模拟可能发生了什么事，2个影片可能5个人在0.03秒之间。这么短时间就身亡，看到画面就是这样。一种是潜水艇受到的重力压迫，一瞬间就好像墨西哥卷饼一样，立刻就解体，就整个一团火球解体，或者是被外力给压迫，像这样爆炸，就整个被卷起来了随后起火爆炸，才会看到现在画面上找到了有5片的残骸碎片在这个海底所以这个碎片四面八方喷散，这种模拟画面大概就是可以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专家来分析说，这个事件潜水器在海底所承受的压力就像什么，像一座埃菲尔铁塔在海平面底下3800公尺的地方，压力大概是地球表面大气压力的380倍，所以整个内爆的过程很短，大概0.03秒就够了所以泰坦号第一天就爆炸了吗？现在有传出个消息说，其实在出海几小时就已经侦测到了一个爆炸的迹象，这是美国海军当天发现，但是一直不敢对外公布还是觉得也许还有生还的机会，不敢公布。所以经过这种综合数据之后，才决定继续搜寻。其实2年前曾经参与过这个德国探险家罗伊伯，他就公开他曾经搭过那个船的过程，他觉得很阳春，不可思议。他何其幸运，简直是一个送命的过程，他活下来了。他2021年搭过这个泰坦号的时候，他说出发之前就发现，天哪，潜水器一个平衡稳定作用的管子居然松脱了，那怎么解决呢？用一个束带把它绑紧。好难想象这么阳春的做法，就好像一个自杀任务一样。泰坦号就是一根叫做什么长长的金属管子这个金属管子做进去呢，很窄很小，里面呢只铺了一片金属板，空间才2.5公尺，这么小的空间，气温只有4度没有椅子，没有其他的空间，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只能挤在一起叠坐着，甚至没有厕所，所以只有一处用黑布遮蔽当做厕所，这样来运用吗？所以这个安全系数根本就没有通过相关的认证，所以泰坦号灾难早就被预言了吗？他因为不愿意支付认证费用，所以规避监管，所以让潜水器只能在哪里国际水域来使用。光景川看出去这个水深才1300米远不及铁达尼号深度有多少，将近400公尺，3800米的这个深度，所以现在很多国际上在讨论这个事件的，连这个所谓神预言都出现了。这是一个辛普森家庭卡通疑似在1988年3月就播出了这个片段，到深海去探测，主角河马跟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搭上了潜水器，结果因为呢海中被卡住，氧气不足等等这种画面那么当然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到底有没有 NASA 波音曾经参与这个实验计划？现在都赶快出来澄清说，从来没有参与过，只是被拿来做宣传，海洋之门网站上面的夸大宣传嘛。但部门这个照太空法案签订的协议，整个部门实验室都没有参与，所以都否认参与建造。那引起的是什么讨论？后续是所谓潜艇在军事上的运用呢？拿来观光，5个人现在已经生死未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那么深的海底。但是中共的核潜舰在美方的消息里面说明，他们开始有警觉，很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些潜舰配备已经有全年作战的实力，而这些潜舰配备能够攻击美国本土射程更远的新型导弹飞弹，正在进行这个相关实力的展现，甚至正在南海巡航当中美国公布这个消息是代表他们有压力但是俄罗斯是一般被认定他们在核能的潜艇的技术上非常先进的
最强的一个国家了。它的第4代潜舰大卢基号，公布了哦，被形容像威力像黑洞一样这么大。因为它在低速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下水典礼的公布代表它的实力吗？美国会不会吓到俄国的3艘核潜舰在300米之内破冰上浮，可以同时在北极冰层里面浮上去？这个叫白熊2021年哦，这3艘巨型的潜舰破冰上浮的任务公布的时候，就代表的是超大型战略核潜舰的威力哦。当然，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现在发展还有什么内部有这个暴动啊？或者是内部的造反啊，普丁要开记者会，但是无论如何，在俄罗斯的潜舰实力上面，的确让美国很担心。而其中，像俄罗斯的海军的深海核潜舰能够发动海床战，这我相信待会将军可以跟我们说明什么叫海床战？美国是却做不到，只能干瞪眼吗？俄罗斯是全球唯一拥有用于海底战争、间谍活动、特种潜舰部队的国家。所以未来如果这种无人潜艇的服役跟这些所谓波塞冬啊、海床潜伏啊这些海底作战产生的间谍潜舰，才会是今日美国报形容的海床啊，是潜在的作战新边疆，是美国最担心的，包括北极等等这个深海，包括中方现在也开始加入这个深海大作战。将军，基本上我们先讲泰坦号好了。泰坦号它并不是正规的一个潜水的一个工具，因为它的材料大部分是一点点钛金属，其他都是塑胶料。加上你这种材料做出来的潜舰。美国大的公司像 NASA 这些，他敢给你背书吗？他也不敢去找人家做签证嘛。那大家很有趣的，这些有钱人干嘛？神经病啊！探险，花25万美金去做一趟，对不对？看个1-2个小时，看一眼的这个泰坦残骸，这个残骸，你知道有钱人呢，豪宅、汽车、游艇都玩了多少年了，要出名。又变成探险家这个 title， 而且还看过人家不敢去的，所以才有人坐太空船到太空去的。这个我就有兴趣。那人家已经有了，那好，侥幸没出事，那是因为火箭还算是先进。这个是一个私家的公司，他有没有真正这个做这么深4000公尺的潜水啊？非常危险。那你是要钛钨合金钢的这种东西做的，因为那个抗压力够嘛。而且你都知道，那个看景窗是个玻璃罩嘛，顶多不管1层2层玻璃罩，它只能到1300了，再下去就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所以这个船长是玩的冒险游戏太大了。好，这一件事情出来以后，就讲到后来战争的问题了，因为俄罗斯潜舰是全世界里面最发展的最早、经验最好，而且它的吨位很大，2万多吨。所以他的潜舰上还官兵生活设施都很好，因为官兵在幽闭的状况下3个月不休假，或者是6个月不休假，这个压力很大了。是，他还有这个收纳蒸汽浴，还有小游泳池，这就是让官兵能够长期潜伏。为什么要长期？因为潜舰作战，第一个我让你听不到我静音；第二个我可以潜伏在某个地区。那潜伏在深海，你怎么侦测都侦测不到，但是它又有波塞冬这种核子鱼雷，核子鱼雷可以打好几百公里以外，它可以把你整个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这个大港口都市，连港口带都市一起毁灭，所以大家都在比谁潜得深，啊。那这种潜艇我也不相信去找4000公尺、5000公尺的海床作战了。一般的潜艇大概在500公尺上下就是它的作战领域了，快速。因为大部分的海洋水底没有那么深了，但是海底啊就跟地面一样，有山、有沟、有流。这个水文资料你不清楚啊，潜艇也是一个瞎子，会被这个东西撞山的，被流带走的，或者是造成你这个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海床作战是一个水文资料，一个是你抗压能力，第三个静音能力，第四个你的鱼雷攻击能力。所以你看，老公现在新出的潜艇，它那个
潜艇的帆呐，都不是做一个直锥形的，还到一个曲折，它让你雷射波都技术追上了吗？哎，技术追上，所以问题就是说，美国的核能潜舰也很强，但是碰上俄国的就比它还高一走。现在中国大陆也尽量在往这边赶，096就是针对赶上这个潜舰。潜舰有2种，一种是专门猎杀人家的潜舰，或者攻击船只的；一种是战略武器，核子平衡的，我也可以攻击你本土的。所以我们砍潜舰是2种款式了，作用不一样。是，委员哦，强国之间的竞争跟战争，从陆地、海洋、太空，当然深海这一块潜舰决胜点，现在当然也是看得出来，中国在急起直追，所以引起了美国的人的关注。从美国的泰坦号或前段时间马斯克发射的那个超重量级的运输型的火箭都失事，那这个我们对于他们当然感到非常的难过。可是这种探险的精神，可能是我们前仆后继文明发展的一个技术，民间都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哈。那我们可以检讨它未来的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个马斯克刚发射的那个失败的运输型火箭，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火箭，那失败了。可是它提供了很多它以后检讨的机会。其实中国大陆在做这个潜水艇啊，也曾经出现过状况啊，也实施过，那也成为他们后来改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现在中国大陆的潜水艇呢，应该在全世界排到第3名，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第3名距离第4名是很远的。现在就是说，如果单纯的从战略核潜艇来讲，美国还是第1，但是从这个核潜艇的这个体量跟技术的水平来讲，那俄罗斯无疑的是遥遥领先啊。那中国啊急起直追。刚才帅珍讲得很好哈，就是说这个北方之神哦，他大部分时间哦都在北海那一边。可是如果说在北冰洋那边哦，他带领的这个所谓的波塞冬核能鱼雷，它是鱼雷本身是由核能发动的，而且还期待的核子武器。它几乎可以是无限期的在海洋中巡航，只要出去了，它一声令下要攻击纽约啊，攻击旧金山啊，那种港口地区啊，就结束了。因为大部分的国家的大都市都在海洋旁边啊，尤其是美国更是如此啊。除了芝加哥在内陆以外，其他都在海洋旁边，所以对美国构成很大很大的威胁。那中国大陆096现在能够携带巨浪3型的这种战略核导弹，几乎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打得到美国啊，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它虽然数量比较多啊，核子武器也比较多，但是面对中国跟俄罗斯，如果强联手的话，那美国是必败无疑啊。所以美国当然要想尽办法去提升它现在说还要出现什么新的什么洛杉矶级还是哥伦比亚级，忘了它的编号了，要不断的提升。我们当然期待说，在军事武力上哦，可能不需要提升那么多哈，不把这些力气啊用来哈，如何帮日本那个核辐射的废水啊做个过滤还比较实际了哈。那因为那个要花很多钱，那你不去花，老是在这军事武器上做竞争哈，总有一天我们当然不乐见会爆发这种战略核子武器动用的阶段，那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上是否能生存很大的战争。可是民间的探险，不管是太空或者科学研究，不管是海底啦，我们都应该给予高度的尊敬。人类文明要推进，当然就是要很大的经费哦。那个动力来源通常是军事用途，才会有这么大的预算会投入。但这些事件来讲，从泰坦号看到的这些核潜舰，也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我觉得泰坦号这个给大家感觉上面，就是你如果说我们常常讲说有很多这种深海的研究，或者是研究人员在做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是观光啊，那就是等于是你的目标跟目的好像并不是真正在做一个这个研究来为了你的国防工业也好，或者为了你的其他的一些对海洋的那个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那当然他们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希望有各种不同的探险的经历嘛那你看从最早我们包括我们讲个最简单
100多年前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做完第1任总统下来要干嘛？他要到非洲去打猎、狩猎啊，打一些东西，代表他不一样的生活。可是他又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就很奇怪、很矛盾的。对，你既然是那么环保，那为什么又要去打这些动物？野生动物。这个叫这个 big game 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自由主义一个彰显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美国政府你实在是应该要管制，就好像你管制小飞机要这个打塔台，你很多飞机还是要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美国人私人飞机太多了，那有些当然也是没有经过太多的管理，但是至少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的相关单位要管控这一类的东西。那还有就是你这些有钱人，难道你不应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搭乘的一个工具是不是安全？拿命去拼，有多少人在帮你背书啊？如果说今天真的是美国最好的最强的国防工业都来帮你背书了，说这个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你花那么多钱，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你花钱去买房子，你要不要请一个专家帮你鉴定一下，可不可以啊？那否则你浪费这个钱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有钱人有的时候忘记想这一个。好，接下来看看中美的印太较劲。我们当然看到前阵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本来第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国防的对话，第一个机制嘛，希望可以避险，但结果没有做到。但马上一连串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却是越来越密集。比方说呢，越战以来这是第3次哦，被形容很罕见。在中越南海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到了岘港去访问。就在1个月前，中方的海军训练舰也到岘港进行亲善之旅啊，马上同一个地方美舰就跟进了吗？而美国的航空母舰的编队哦，中文网站里面疯传说，中国空军轰6K 轰炸机。18号的时候，低空飞进到美国的雷根号哦，飞离之前还用武器雷达把它给锁定了，证明它有能力可以进行攻击的。而美国也证实，雷根号跟提坦号啊、史莫斯号啊，这些飞弹驱逐舰都已经在南海巡航超过了1星期。那么大陆的海警跟歼美舰呢，在大陆专家的分析里头，也在说建立了一个分级响应的制度，第1层是解放军，第2层是海警，在这个地方的一些部署越来越密集。那么政治联姻要抗中吗？这是美印之间的关系。然后最近一看到印度好像跟中国的合作关系很多，但最近印度这个领袖也访问了美国。那么路透社报道，美印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及国际秩序要跟印太地区东海、南海问题针对中国而来。莫迪去访问美国，美国这是非常的高规格，给他欢迎，还罕见啊，让全素菜单出现在这个宴饮的菜单里面啊，让整个所谓的接待过程的晚宴，通通都是素的，配合印度莫迪。好，那么他们还闭门会谈了超过2个小时，美印共同宣布签署什么？就是美国想要跟中国签的哈，尤其是国防上面的商业还有协议啊。印太地区的美国海军舰队可以从此停靠在印度造船厂进行维修。那么印度也会采购美制的武器，海上卫士 MQ-9B 无人机，26架的 F-16战机。之前不是动不动就说不卖给你的武器跟战机吗？这次拜登亲自接待，还说我要卖给你这么多战机，还不止如此，更厉害是什么？还要给他引擎技术就是以前印度求都求不来的，是跟中国关系越来越近之后，哇，拜登立刻给他大礼。这个超级大礼是什么？印度官方表示，这个战机引擎制造的80%技术，美国会转让给印度。印度可以至少得到多少项呢？有11项。主要的生产技术，美国从来在过去的分析里面从来没有看到它跟其他国家分享这个程度的核心技术，将会使印度成为少数飞机引擎生产可以达到本土化的国家。引擎当然是一个核心心脏的概念，美国居然愿意透过这次的会面之后就释放了这样一个大礼物来给莫迪吗？那么当然，美国媒体也是
印度媒体也都泼冷水了哦，就叫别天真的啦哦，印度并不会永远真的成为美国盟友。华邮就说了哦，这个亲爱的美国朋友，印度不会成你的盟友啊，因为美印这一场政治婚姻会打着对抗中俄来当作算盘，但是华府会失望收场啊。印度媒体也一样，他说，印度不会在任何联合声明或 quote 的声明当中提及中国，对于不要戳中国的眼睛很敏感，就是两边都要嘛。那美国看起来我跟中国好了，拿的可以更多来送给我，我何乐而不为呢？那么所以啊，拜登现在要不要跟中国的关系可以融并有更好的关系？虽然他公开居然批评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引起了中国方面外交部的发言人强烈的反击，但是他自己回应这个事件，他说：“我预计啊，在近期某个时候就会跟习主席会晤了哦。我不认为我的言论会产生任何后果，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也公开说：“民主不是挂在嘴巴上，是要解决人民需要。鞋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是在暗讽美国的民主吗？”这个事件真的可以直接翻篇过去，继续进行他们所期待的拜习会吗？值得观察。而当然，中共的这个国家理事主席，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了法国，跟马克宏会面。这个非常高规格的接待里头，带来哪些共识呢？马克宏欢迎陆企去法国投资，而且还很开心回忆说啊，今年4月到中国的成功访问是非常愉快的经验。所以外界分析，这一次将会是中国突破美国外交围堵的很重要的布局，而且达到初步的效果。不过倒是有一件事情是意大利G7 唯一的一个国家是从这个 G7 去参加了一带一路，现在就可能要退出了吗？那么中国的中央对外联络部赶快派出了部长刘建超去挽留，将会率团访问罗马，游说意大利政府续签合作，这也是在美国的相关区域合作里面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可能影响到全盘的整体布局嘛？将军怎么看呢？像这次印度去访问美国，立刻换到了好像买订单也可以应有尽有，还可以给核心技术。对，这个美国要拉拢印度是要 balance 平衡美中关系的，因为布林肯去之前就已经先放话了，莫迪这个访问是非常重要，因为他知道这个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了，对不对？那不能空跑一趟，就要把强调莫迪的重要性。事实上后来也证明了，美国以高规格的去接待莫迪，那开出来的礼物啊，就你讲了8项嘛。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不管这个飞机的引进是最先进的，不是，它是 F-18要淘汰飞机那个用的那个引进，那个引进不错，蛮好用，但是不是最好的。老爷爷时代，也不算是老爷爷了，就是他刚刚退休的飞机用的。那问题是，印度的制造业的声誉太差，这个引进要移到他的这个光辉号战机，因为上次双航母的演习里面没看到那个最主要的舰载机嘛。那问题当初你光辉号设计是不是已经讲好是要美国这个引进？要不然这个引进装过去有点我们讲的心脏移植啊，你这个胸腔够不够大？这个引进适合不适合你这个机体，这个都是问题啊。第二个，你说把技术转移，印度的国防工业是很有名的出笑话的。你看它的建军战略啊，我们建军向来要系统化，而且买了飞机还要后勤补保维修，你要整体的一套人力。你看印度买了多少俄国飞机，英国货，以色列的自己制造的美国货，5个国家的机种不一样，你要设5套不同的。我跟你讲啊，英制的工具跟美制的工具都不一样的。那个螺丝跟螺丝帽都不一样的，转的也粗细也不一样，扳手都不一样，连扳手都要换了。你不是给印度的后勤制造很多麻烦吗？而且他还开放了什么美光啊，去投资啊。你去问问，凡是到印度投资的，没有一个不是铩羽而归的。第一个，政府不守信诺；第二个，私有制的这个地主不
日本盖一条高铁盖了12年盖不出来，盖出来的那个机头啊，第一天就出事啊。盖的大桥会垮啊。印度的基础建设跟国防工业的那个记录斑斑可考 ，SOP 的严谨度。所以美国开的这8大项只是一个支票，能不能兑现呢？有待观察。就算是兑现了，也带给印度国防工业很大的问题啊！你怎么维持啊？全世界玩这种重复投资的，你财力除非很雄厚。所以就算给了这个礼物，接不接得下来？接不接得下来？是印度自己的问题。我比如是心脏移植，是外科手术好不好？能不能跳？真的能够移植成功吗？做过心脏移植的人啊，可以见证一下。我这个心脏，如果说，譬如说我是男性啊，已经就心脏这个换了一个只有40几公斤的女性，20多岁，那6缸引擎啊，进不了8缸的车。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讲。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真的很。美国要跟中国对抗拉拢友邦啊，印度是一个方法，所以找了印度莫迪访问之后，释出了很多的礼物利多，但是对于美中的关系影响又是什么？美国拉拢印度，就像中国拉拢法国，都是属于一种战略、一种策略上的思考。美国为什么需要印度呢？因为印度洋这么一大片海域，运输量非常的大，不管是石油、货物或者是能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运输线。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出，一定要经过印度洋。所以有印度作为美国的帮手，是美国想象中要拉拢的一个对象。因为这样的话，美军可以在印度洋有印度的配合，不管是靠港也好，或者钳制解放军进出印度洋，都有很大的力道。就像美国希望日本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封锁宫古海峡，能够封锁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海峡，以及希望菲律宾能够协助封锁巴士海峡，或者菲律宾提供基地，让美军能够封锁巴士海峡。那中国大陆当然突破这种可能的封锁啊，因为宫古水域或者是巴士海峡是中国大陆海军进出西太平洋是一个最重要的管道。那南海部分呢，美军当然要去想办法拉拢越南啊。可是这些国家都很聪明，各有各的算盘。印度想说，你当我傻子啊？礼物先来，那这个礼物11项8项够吗？你以为印度人那么便宜吗？不可能的。莫迪是一个很精明的政客，他一定会跟你垫分量。要的东西，你看这么多拿到手了，美印联合声明啊，俄罗斯一句话不讲，中国一句话不讲，猛插边球，绕个老半天，让你去解释，就表示第一个，好，我愿意跟你做朋友，但是不是盟友。我愿意跟你合作，但是你礼物不够，我慢慢拿。这个就是印度的立场。你要印度去配合你美国去跟中国大陆对垒，印度没那么笨。为什么？他知道中国大陆手上有一个牌叫巴基斯坦，这个惹不得的没那么笨的人嘛。你印度总理那小打小闹可以，你让他玩真的出力气，他不会干的啦。光这一点礼物成不了的气候。那中国在拉拢这个法国呢，现在也在请全力，包括去这次李强到巴黎去帮这个马克龙站台啊，那个就是简单讲，就是马克龙在声讨拜登的一个峰会。所以对这一环扣一环的话，这个基本上刚刚起步而已。那这个对于法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台湾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不管。跟德国其他立场都不一样。那现在呢，这个印度会被美国拉拢到什么程度？现在不知道。中印这个在南海之间，中美印的对峙跟对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罗斯当然内部有很多政变的消息，陆续新闻不断的传出来哦。当然，对于美国来讲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待？他现在是先把盟友抓稳，所以大家都在看他跟印度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印度是一个从独立以来它就是加入所谓的不结盟国家，
然后他就一直在走这个所谓的在第三条不同的路线，然后跟第三世界关系，特别跟非洲关系很好。所以，假如他今天跟美国走得很近，他其实自己会觉得说，我违反了我就立国以来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外交的精神，我觉得他不会跟着美国走。所以，美国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美国应该想的是，我不要让这些国家站到中国那一边，我只要他们能够维持他们不结盟的这个状况就够了。